长，他们这么厉害，怎么会在靶场工作啊？你呀，可别小看了这两个老兵啊。左边这个呢叫邓九光，右边这个呢叫刘小山。这两个老兵啊，以前立功无数，个顶个的风云人物。可惜啊，后来都受了点伤，参加不了那些高难度的训练了。本来呢，旅里想安排他们做一些清闲的工作，嘿，一个比一个犟，谁都不去。没办法，只好把他们安排在这儿当教练员。平时呢，做一些数据监测和技术考核方面的工作，倒也闲不住。那真是太可惜了。旅长，他们是怎么受的伤啊？马尔斯国际侦察兵大赛，都伤在腿上，平时走路呢看不出来，一跑步就不行了。马尔斯国际侦察兵大赛。半小时到了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蒋小鱼和鲁岩在受营的日子结束了。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，你这个电话一打，这两个新兵就毁了。这种孬兵毁100个我也不心疼。我体会过失去战友的滋味，我不想再体会一次。他们根本不配做你的战友。站开！喂，找到了吗？旅长。是，我知道了。旅长电话，说是一个女兵跟训练场的2个老家伙较起劲，让咱们过去看热闹。旅长旅长要知道蒋小鱼和鲁岩这事儿，他就没这个兴致了。哎呀，这比赛结束，刘小山100发子弹全部10环，邓九光100发子弹全部10环，乌元100发子弹77个10环，18个9环，5个8环，共972环。姑娘，打得不错，减去我们俩让你的那29环，你还赢我们俩1环呢。说了不用你们让，输了就是输了。不错啊，谢旅长。好，风采依旧，还是当年那2杆神枪。谢谢旅长夸奖。好，丫头，你也打得不错。谢谢旅长。这枪以后啊，就归你专用了。谢旅长。怎么把这个东西也带到靶场里来了？我喝酒比不喝打得准。旅长，吴云从来都没喝醉过，酒就是他的粮食。那也不行啊，你要想办法帮他戒了啊。是。报告旅长，受营全体到位，请指示。迟到了啊！既然来了，也不能让你们白来。邓九光到，刘小山对，来给他们露2手，免得成天牛哄哄的。是。旅长，我们打啥？有啥打啥。喏，对面就是敌人阵地，放开了打。是。上次看他们操练，还是在刚入伍的纪录片里，果然厉害。当年侦察兵大队的传说，鳄鱼和影子，他们的腿要是不受伤，我们根本不值得一提。陆岩，不对呀，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了？知道咱俩猫在这儿，故意往这儿打的？听我的没错，老老实实待着，不会有事儿的。
你不是说待在这儿没事儿吗？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说待在这儿没事儿吗？我听不见。你不是说待在这儿没事儿吗？他们疯了吧？打完子弹还不够，还打起炮弹来了。不行了，咱们这脑袋可不是炮弹的个儿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咱们投降吧。就这么投降了，我们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不行，好不容易逃出来的，好马也不吃回头草啊！再不投降，命就没了。不行，入伍没几天，我宁可被名正言顺的开除，也不愿意做一个投降的兵啊！你猫在这儿，让自己人的炮弹炸死就光荣了。停！山上有人！龙队，吴教官，我们可算是找着组织了。这是哪儿的兵啊？报告首长。报告旅长，受营的新兵。受营的兵跑这干什么来了？报告旅长，1个小时前刚刚清过场的，你们是怎么溜进来的？我们看见那儿没人，我们就……队长，对不起，我们跟首长们说实话吧，各位首长，都是我不对，我隐瞒了大伙儿。其实吧，其实什么？其实他有病。病？有什么病？梦游。梦游？对，严重的梦游。从我跟他一宿舍的第1天起，我就发现了。哎，八班长，你想想，以前你有没有见过鲁岩自己大半夜的在操场跑圈？啊，好像是有这事儿。那就是他在梦游啊！我开始也以为他在给自己加练，可第2天一问，人家说根本没那么回事儿。后来我就发现，这小子经常后半夜迷迷糊糊的出去乱转悠，不是瞎溜达，就是跑圈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把我们全班人的鞋都扔到房顶上去了。第2天集合，我们差点集体迟到。昨天晚上，我又发现他起来了，我怕他一个人出去乱转伤了自己，我又不敢叫醒他。听说梦游的人，你一叫醒了他就疯了，我就只能跟着他，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。他出了院子，我也出了院子；他爬上装备车，我也爬上装备车。结果就阴差阳错的到这儿来了。直到刚才你们打枪开炮，这家伙才算是睡醒啊。那个吴教官，这真的是我不好。本来我早就想跟您说他梦游的事儿，可是我怕您知道他这毛病，就得让他走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敢说。龙队，您大老远的把我们招进来的，我们练的都挺辛苦的，总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就毁了我们的前程吧？龙队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原谅我们这回。我保证，以后我看好他，不让他半夜再瞎跑了。是这样吗？旅长，报告旅长，应该是这样。应该是这样？什么叫应该是这样？你们俩是干什么吃的？新兵的身体情况一点都不了解，今天多危险呢！出了事怎么办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今天出了事儿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俩！是旅长，出了事收拾我们。另外，我们回去挨个摸底，看看还有没有梦游的了。小姐，到。你不是学过医吗？学过。回头给这个兵好好看看，免得晚上瞎溜达。是。蒋小鱼，我回去再说。
姑娘，忘记什么东西了吗？你俩住这儿？对啊。一直住这儿？不住这儿，你给我们俩找个地方啊。住这就好了。今天我第一次用这种狙击枪，不熟悉。等我熟了之后，还会回来找你们比的。比枪就算了，比酒还可以。麻烦你帮我个忙，那儿有一盒火柴，帮我拿出一根来。干什么？你帮我把火柴的大头朝上，插到外边的那个栏杆上。老邓又卖火柴了。打中了算你本事。何况你没打中。姑娘，环数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张小鱼、陆岩，都给我滚下来！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你放屁！梦游个鬼呀你！拿来，拿出来！你能蒙得了旅长，你还想蒙我呀？憋，继续再憋，我看你能憋出什么花样！我告诉你，蒋小鱼，就你这张嘴，抹上香油都带着屎味儿。长本事了你们，还跑到靶场去！要不是打火箭弹，还不出来是吧？这火箭弹就应该砸到你们俩头上！消消气。还有你，你为什么老拦着我？跟旅长汇报实际情况啊？我没拦着你，没拦着我，我一说话你拽我，你拽我干什么？嘿嘿，那是让你冷静冷静。洪百川，我送你一句话，你这上梁不正，这下梁歪。对，我也歪。我问你们俩，你们俩老实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走啊？太苦了，想回家。那你呢？下个星期，我以前的女朋友结婚，我想参加她的婚礼。都很合理，但是，在寿营这个理由不成立。今后发落吧。这回还不知道怎么发落咱们呢。哼，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哎，你去小卖部买副扑克，干嘛？有用，快去。那个，大班长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错了。刚才武教官狠狠地骂了我一顿，骂得我满脸是唾沫星子。不信你看，现在好像还没干呢。您就别骂我了。我说要骂你了吗？啊，对了，我得谢谢你，谢谢您刚才替我们打了圆场。打算怎么谢我呀？请您吃火锅。啊，吃海鲜也行。不过我前2天刚把钱寄回家，现在身上的钱可能不够。我以后我改天我一定请你吃火锅，吃海鲜。我就喜欢吃咱们队的食堂。那您想让我怎么谢您？非要谢我，非谢不可。那我可开口了。您说，我们都是军人，那就用军人的方式来谢。蒋小鱼，到！原地1000个俯卧撑，开始！啊！您还是骂我一顿得了。不做是吧？好。那不如这样，我教给你
既不用挨骂，也不用谢我的方法。什么法子？把身上的这身衣服脱掉。脱呀！大班长，刚才我已经跟你说对不起。别跟我说对不起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，是中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称号，是你们身上的这身衣服，因为你们不配。哎，你是鲁岩吧？你好，我是崔杰。刚才在海训场，肖队长说让我看看你的情况，你的梦游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没有梦游症。哎，我们见过。对啊，我们是见过。那天在这儿见过，你忘了？那天多亏遇见你呢。哦，谢谢你替我付的1块钱啊。哦，还是这么烦。哎。那个陆岩兄弟，别郁闷，顶多就是再多关咱们几天禁闭而已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把你买的这副新扑克，我给它塞到香皂盒里，他们肯定发现不了。哎，关咱们3月咱都不怕，我天天陪你打扑克，行吧？谁怕了？啊？江宇、陆岩，到，收拾好你们的东西，跟我走。还用您说？我早就收拾好了。那个换洗衣服、脸盆、牙膏、牙刷，牙膏我带了3支，够用半年的。怎么着？你们还想回来？我是让你们收拾好所有行李。我终于从兽营滚蛋了，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竟然是以这样一种方式。再见了，要人命的起床哨。再见了，跑不完的武装越野；再见了，战友们的歌声。队伍黑脸和教官们来说，把我和鲁岩撵出兽营，只是个无关大局的小手术，就像是一块烂掉的肉，彻底从兽营的骨头上剃掉了。连伤疤都不会留下，只是没有人会想到，被剃掉的烂肉也会觉得隐隐作痛。我好像突然后悔了，或者说，开始留恋这个让我恨、让我怕、让我讨厌的兽营了。龙叔，江小鱼啊，到！陆岩，到！把你们手上的东西放下来。是。你看着，走，听我的命令，向后转。目标：战术训练场，跑步，走。立定，趴着，匍匐前进，快！江小鱼、陆岩，你们2个就真的要这样走吗？你舍得你们的战友吗？啊！别忘了，你们这样走就永远抬不起头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2个不是孬种，快点儿，站着，前方就是你的战友，你们怎么办？快！300个俯冲！哎，别喊了，你省省吧，我演什么戏呀？
快！用力！兄弟，你看见了吧？当初他们俩是我招来的，我招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是个好兵，我现在依然觉得他们是个好兵。我说你没用，这是原则。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？真没用，他们一个游得快，一个能憋气，这是他们的特长。再给他们一个机会。游得快，会憋气，有什么用啊？啊，那是天赋，不是战斗力。我说龙百川，你平时挺有原则的，怎么了？今天为了2个孬兵，你值吗？值。如果我当初再游得快一点，我再能憋一口气，303潜艇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铁子，你的亲弟弟，我的好战友，也不会牺牲。办公室说，再加200个。我可以跟上面求情，让他们留下，但是留在寿营是不可能的。他们俩属于严重违纪，留下来跟大伙儿没法交代。只要能留下来，去哪儿都行。去哪儿都行？你说去哪儿啊？啊？侦察大队是不可能要他们去清县单位，凭什么呀？美的他。他们不是喜欢梦游海训场吗？就让他们2个陪老邓和小山子看靶场吧。你觉着这就是帮他们，对吧？去海训场有意义吗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阳光海景房啊，出门不到100米就是沙滩大海，低密度社区，啊，独门独院啊，这要是在外面，不是亿万富翁根本住不起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！哎呀，这个地方撵我都不走。哎，啊，有人吗？我们是新来的，给我们准备饭没有啊？海鲜粥、鲍鱼啥的。别喊了，门没锁，我们自己进去吧。哟，真没人哎，那房子还挺大。嘿嘿嘿嘿嘿，哎，你知道我们在这儿看场子的任务是什么吗？念。设备清洁与保养，训练人员食物供给，海滩垃圾清理。哎，这咋不念了？我觉得还挺丰富的。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待在这儿还不如直接开除，没有什么梦想可言。兄弟，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啊，不用演习，不用训练，不用整天出一身臭汗。等部队来这儿训练呢，咱们就伺候伺候人家。他们不来训练，咱们就伺候伺候自己，多舒坦。可你这一生都窝在这种地方，毫无意义啊！幸福和意义有关系吗，兄弟？没关系，自己弄高兴了就行。哎，你干嘛？别乱翻别人的东西。看一个人柜子里装了什么，就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先对他有个初步的了解。你也够无聊的。哎呀，哎，陆岩，
这个人爱看书哎，不过格调不高，老看这种书，脑袋都僵了。哪天我把那个登我事迹的那个报纸给他拿来看，让他们学习学习。这都什么书？哎，那个这个人啊，东西摆得挺齐整，说明这个人生活很有规律，但是也很枯燥。那柜子里连副扑克都没有，活着还有什么乐趣？哟！哎，五爷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你英文好，给我翻译翻译。2000年马尔斯国际侦察兵大赛2等奖，刘小山。啊？马尔斯国际侦察兵大赛，难道这海训场也有高人？不能吧？这要是真奖杯，早都交到队里去了。获胜者是可以复制一个奖杯作为纪念的，是吧？啊，不对，那个巴朗啊跟我说过，这个马尔斯国际侦察兵大赛那是什么比赛？兵王之王的比赛，获奖者那都是1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人物，怎么可能留在海训场呢？再说了，这要是真奖杯，那肯定得放在桌子最显眼的地方，每天早晨还得上3炷香，它怎么可能放在柜子里呢？我现在对我们这个新战友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，这就是一个迂腐、一个没有情调的人，一个顽固不化的妄想症患者。哎，我呀，都能给你形容出来，这个人每天干什么。白天他就看那些半懂不懂的书打发日子，到了晚上，他把门关上，幻想着自己看着5星红旗冉冉升起，嘴里默默地跟着唱着国歌。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，前进，前进进！哎，还有获奖感言呢。谢谢大家。作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，此刻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。完了，这下真坏了。我看人家回来怎么扒你的皮。不能吧？那又不是真的。据我所知，按照你刚才分析的人物性格来说，此人报复心极强。啊？哎，不是啊，鲁岩，鲁岩，不是，这咋整啊？哎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毁尸灭迹！你脑子被驴踢坏了吧？这样的馊主意你都想得出来？那个宿舍又没有摄像头，咱俩不说，谁知道是咱俩干的？再说了，我把它扔得分散一点，让那个刘小山找不着。你这是碎尸！干什么呢你们？啊？干嘛？山子，你输了啊！这回可是你先动的，人体抗高温的训练，我赢了。就赢1万回，能顶得上我那座奖杯吗？我就是那个叫刘小山的啊，小心的小，山炮的山。为什么都有奖杯？我们没有偷。对呀，我们看见宿舍里没人，我们就进去了。我们那个进了宿舍一看，满地都是碎片，我就以为是垃圾呢，我就把它收起来。闭嘴！我知道你，你不就是那个举白旗的，叫什么小鱼的吗？正是在下。哎，你孟邮正，这次又是孟邮进的宿舍啊！别跟我这儿演，这套在我这儿不好用。海训场一个警卫排呢。哎，山子，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。今天警卫排的战士们都到山上拉练去了。我不管。
怎么给我扔下去的，怎么一块块给我捞上来，啊，少一块都不行。这回你们可闯祸了。咋整？你说呢？捞。直到闯了祸，我和鲁岩才知道，我们来的这个地方被称为海训场。到海训场的头一天，我和鲁岩干的就是在冰冷的海水里寻找被我摔碎了的奖杯，直到深夜。可是不管我们怎么找，那奖杯上的一个五角星就好像被海水融化了一样，没了踪影。还是找了个五角星。你们武教官跟我打过招呼了，本来呢，今天晚上想给你们搞个欢迎仪式，不过现在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。初次见面，你们俩让我很难忘啊，都不是省油的灯哈。我挺省油的，尤其是你。没有起床号的日子真是舒坦。哎，陆岩，哎，101，102，103，104，115，116，117，行不行？116，120，等他一会儿。那个陆岩兄弟，吃早饭了吗？这俩老兵也太不像话了，那咋不给咱俩准备早餐呢？咱俩要求也不高，就来杯牛奶，来2片面包，再来个火腿啥的就得了。哎，陆岩兄弟，你看这俩老兵是不是精神上不正常？从早练到晚，啊，你练练胳膊腿儿就完了。我还看见他们在电脑前面啊研究那个模拟沙盘，绝对的妄想症患者，绝对的。陆岩兄弟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昨天没睡好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因为那个请柬的事儿还在闹心吧？你一大早起来，你烦不烦呀？我明白，那个从寿营被贬到这儿来看场子。你高贵的灵魂有点接受不了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给我滚开！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陆岩兄弟啊，你可不能自己这么为难自己。咱们这海训场一共就这么几个人，已经有俩精神不正常的了。你要是再不正常，我这日子可没法过了。杨宇，做饭去！啊？做饭，好不好？我刚才对伙食的要求是不是有点高啊？让我做饭。小炒肉来了。看着就有食欲啊。今天特别对蒋小鱼同志指出表扬，确实不错，比我都好，所以以后做饭的活你的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？对，吃。要不下去给我捞碎片去。我还是做饭吧，我做啊。毛病。老邓，上次那场军演，蓝军败就败在装甲部队的机动能力上。如果装甲部队的火力进攻能够早到半分钟，很可能这个局势就会改变。那个，我有个提议，那个咱们吃完饭以后斗2把地主怎么样？牌我都买好了。没关系。
就当我没说。要不我再去炒个菜？炒一个。丢人！陆岩兄弟，你又失眠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个偏方治失眠特别灵。原来好多人啊，又排队又摇号的找我，我都不告诉他们。咱俩这关系，我给你打8折，咋样？我就知道你铁公鸡一毛不拔。算了，我送给你啊。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背那个99乘法表，你从1背到9，然后翻回来再背1遍，用不了4遍，保准你睡得跟死猪似的。来，你跟我一起背啊！11得1， 12得2， 13得3， 1。你有病吧？你有病，你失眠。我跟你说，我这招特别好使，你跟我一起背啊！11得1， 12得2， 13得3， 14得4， 1。哎呀，这可咋办呀？得给他整点药。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我就好像忘了怎么睡觉了似的，怎么着都睡不着，而且食欲特别差。那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呢？我都张不开嘴跟您说，我有个女朋友叫米兰，我们俩都好了6年了。感情一直都挺好的。前2天，他突然给我写了封信，说让我去参加他的婚礼。他居然要嫁给我最好的一个朋友，你说这叫什么朋友啊？我本来都已经想好了，攒钱买房子跟他结婚的。这下可好，我攒的钱正好给他随份子了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这些天心里边特别纠结，我就觉得吧，我这命运特别悲催，我自己都特别可怜我自己。大夫，你看我都这样了，能不能给我开点药啊？哎，我去部队医院连着看了3个大夫，把能开来的药都给你开来了。人世间啊，有千百种药，总有一种能治你的失眠。你再不行，我就去给你找孟婆汤去。你别以为我是为你好，我是为了把你失眠治好了，好陪我打牌。小雨，陆岩，啊，去叫他们。我们有客人来啊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女兵中队的副队长崔一杰，这位是乌云。这次中队安排乌云来海训场提高射击精度，所以我们会在这里住上2天，还要麻烦大家了。哪儿的话都是分内的事。陆岩，到，不要每天窝在宿舍。从今天开始起，你负责给乌云爆靶、搬子弹，靶场的活你负责。是。江宇，到，负责保障后勤，每天6菜1汤。是，6菜1汤。7环，再来。乌云，上了战场，你不能一手拎着枪，一手拎着酒壶，你更不能把你的枪法依赖在酒精上。可我习惯了。我知道，这对你来说应该很困难，但是你必须得摆脱这东西啊。这次中队安排你来海训场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你戒掉酒。吴云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做到。来，目标正前方，人行靶。再来，再来。这靶子搁得太远了，我去挪近点。哎。
言，给。用不着。陆言，我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，欠别人钱我是一定要还的，给。我没零钱。你就拿着吧。我说你到底烦不烦？不就1块钱吗？你有完没完了？想象的一样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年轻的心要在大海上翱翔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，啦啦啦啦啦，它能把我锻炼得无比坚强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。耸立的山峰，俯瞰着海面，像哨兵一样。海军战士红旗响当，严阵以待，紧握钢枪。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上荣光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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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有丰富的宝藏，我爱晴朗辽阔的海空。英雄的战翼在展翅飞翔，穿云雾跨海浪，海军战士斗志昂扬。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不伤荣。靶子搁得太远了，我去挪近点。哎，陆言，给。用不着。陆言，我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。欠别人钱我是一定要还的，给。我没零钱。你就拿着吧。我说你到底烦不烦？不就1块钱吗？你有完没完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说话声音大了一些。那天肖队长说你有梦游症，我没有，那是蒋小鱼胡说八道的。你声音又大了，我就知道你没有梦游症。一个长期失眠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有梦游症呢？谁告诉你的？蒋小鱼吧。我毕竟学了5年的医，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。陆言，我是真心想帮你的。我是王成，我是王成，向我开炮！烽烟滚滚，唱英雄，
四面青山侧耳听，侧耳听。自己玩的挺开心啊。报告，我在揣摩英雄人物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。好，不怕苦就去厕所安个门铃，来女兵。啊，我还得捡垃圾呢，我一会儿还得做6菜1汤啊。不耽误，反正都是你的活儿。哎，不是啊，这怎么做饭、刷锅、刷碗、捡垃圾、给厕所安门别这种又苦又累的活儿都是我的呀？累吗？比下海捞碎片还累吗？哎，谁让你是老兵呢？你说了算。从今以后我管你叫师傅，你让我干啥我干啥。汤来了，嘿嘿。小鱼，辛苦你了，你一个人做这么多菜啊？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，这不你来了吗？我们小鱼啊，做菜的手艺那是没问题的。师傅，您的汤。来，你们的汤。谢谢。兄弟，喝汤，来。师傅，汤的味道不错吧？嗯。哎，强子，怎么回事？啊，你今儿状态不太好啊！啊，你也不能认怂啊！我不是拉了一晚上稀，你连我背影都见不着。站来！哎，师傅，我来给你送纸来了。谢谢。你那儿没有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小王八蛋呢！给我回来！等着！你小王八蛋呢！有时间吗？怎么又是你啊，小凡？小凡，你是在叫我吗？那你觉得这里还有比你更烦的人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许叫我小凡，记住了吗？哎，我问你呢，有时间吗？没时间，我很忙，一会儿帮乌云压子弹呢。今天乌云不打实弹，只练习技术动作，所以你可以休息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小忙。帮忙？教我骑自行车。行，小凡。小凡啊，今天第15个跟头了呀，还学吗？学。啊。您的身体壮如牛，我怕一般的剂量不奏效。你怎么那么有办法呢？你自己说怎么办？不知道。2条路：一，从明天开始起给冲锋钟刷油漆的活你干；二，剩下的你吃了。我擦油漆。好。师傅，这是治拉稀的药。真的吗？像毛洗保证。哎，乌云，你副队长呢？不知道，下午就没看见他。武岩也没见着。哎，我平时喜欢听音乐，放松放松。
那你唱歌一定很好听了。我也喜欢音乐，我更喜欢唱歌。哎，不如我给你唱首歌听听啊？你愿意唱的话，你就唱呗。那我唱了啊。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出没在心里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。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笑啊！哎，陆岩，其实你的笑容让人看起来很舒服，是迷人吧？脸皮真厚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。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。你们俩为什么非盯着我打靶？我们是这海训场的高级教练员，分析和记录参训者的数据是我们的分内工作。我知道你们俩为什么盯着我。不让我喝酒呗，我不喝酒打不好。只要用心打，不有你就咋弄。现在是我们盯着你，在战场上就是敌人盯着你，疏忽1秒你就会没命。我要是你啊，根本不来遭这个罪，在家找个人舒舒服服嫁了。你说你一个女孩，还选了个最难当的兵，海军陆战队，真打起仗来你行吗？我怎么不行了？女人和男人一样。扣动扳机又不需要多大力气。再说了，战争为什么要让女人走开？因为你面前站着中国最强的士兵。我喜欢你的回答，但没有人喜欢战争。可作为中国海军陆战队，你必须学会怎么打仗。回报你的将士只属于极少数人的骄傲。军中之军，刚中之刚，是我们的名片。可这张名片的背后写着寂寞、艰苦，甚至是死亡。吴云，为什么你入伍后要剪掉头发？是为了向你的过去告别，包括你的酒。在战场上，你不可能因为没有酒而不去完成任务。可是我……可是什么？退跪一下，我去个厕所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都不会骑自行车吗？在我6岁那年，我第一次在大院里学自行车，结果就被一个醉酒的司机给撞倒了。当时那车轱辘离我的脑袋就在不到10公分的地方停下来了，惊险吧？打那时候起，我一看见自行车就害怕，更别说学了。那看来军营的生活改变了你很多啊。其实并没有改变我很多。我以前害怕的东西，现在依然害怕。但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勇气不是不害怕，而是即使你感觉到害怕，但仍能迎难而上；即使你感觉到痛苦，但仍能直接面对。我觉得你一定是有一直不愿意面对的事情，对吗？没关系，等你想告诉我的时候，再告诉我吧。
你学那招用了多久？哪招啊？把火柴头打着。你想学这个？为什么？我想学。你喜欢挑战别人轻易做不到的事儿。嗯。乌云啊，你枪打得不错，但不是每个神枪手都能够成为优秀的狙击手。那怎样才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？丫头，你要想成为最优秀的狙击手，得用这儿。哎呀，这鸡还没起呢，兄弟。哎，那个崔杰和乌云不是已经走了吗？你又不用换弹夹，又不用教人家骑自行车了，起这么早干啥？哎呀，这怎么还笑上了？太瘆人了！不会真梦游了吧？你给我一边去！哎，嘿，我这暴脾气，我一掌把你打到墙里，抠都抠不出来，我一脚把你剁成照片。还热乎呢，再睡会儿。神经病，起这么早，有起得比咱早的啊。看来这小子身体条件还不错嘛，咱们可不能被这新兵超过呀。老同志有点不自信啊，可能吗？很有可能。 10年后。 唉，陆岩兄弟啊，从我第一天到海训场，我就担心，咱们这海训场，除了那警卫连，就咱们4个人，已经有2个怪人了，要再加你一个，这海训场真变成精神病院了。我想到了结果，可是没想到速度这么快呀！别把我跟他们俩搁一个坑里。我白天练，只不过想出一身汗。 晚上能睡得踏实一些，总比你整天在屋里拿着扑克牌给自己算命强吧？我不是给自己算，我是给咱俩算。那算出什么来了？算出来了，咱俩这海训场啊是出不去了。你也省省别练了，再练咱也出不去了。我练，并不是为了出去，我空顶着大学生和游泳冠军的头衔，本来应该在体工大队备战奥运会，可没想到。 现在却在这里帮一个女兵压子弹。哎呀，兄弟，在这种地方，你拿自己当葱花，谁拿你炝锅啊？我知道我鲁岩空怀一身本事报国无门，但我至少不能荒废我一身本事吧？兄弟，我知道你是真想练，可是我帮你算笔账啊。首先，咱们这儿设施不齐，没有游泳池。 也不知道外面的消息，最重要的是没有教练。一句话，咱们在这儿就是瘸驴配破墨。你在这种地方练，你怎么可能保持状态？你在这种地方练，你怎么可能参加奥运会？兄弟啊，你要想参加奥运会，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就是申请退伍。可是入伍服役至少2年，你现在1年都不到。 你等2年的时候，你退伍了，你到了国家队也变成一员老将了。当然了，那是笨人的招。你要是想现在退伍，我给你出一招。你找一根铁棍子，把自己的腿打折，上面肯定批你提前退伍。然后呢，你回家去养3个月，养好了参加奥运会，养不好参加残奥会。闭上你的臭嘴！ 说的都是实话嘛。
如何？鲁岩这小子有两下子啊！吓着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人家可是正经八百的游泳冠军，我们寿营自由泳的记录就是他保持的。哦，秦叔宝的黄骠马来头不小啊！鲁岩，上来！小子，条件不错，有兴趣跟我们一起练练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会练。你这游泳姿势不对。您老别开玩笑了，我的泳姿可以放在教科书里的。没错，这是最标准的泳姿。但打仗的时候，你身上要背着各种装备，这么游可就瞎了。不管背多少东西，该怎么游就怎么游。游得快的呀，它还就是快。那要不要和我比试一下？比什么？咱们就从这里开始，看谁先摸到那个浮标，怎么样？小小鱼，哎，你敢开始 ？OK。鲁岩，你可别输给人家啊！你要输给人家，你就别回来，你就喂鲨鱼得了。别废话。来，站一排，站一排。预备！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老人家先热热身嘛。啊！老哥，你有点兴奋呐。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好，听我口令啊！预备，开始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有丰富的宝藏。我爱晴朗辽阔的海空，英雄的战役在展翅飞翔。海军战士斗志昂扬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，不伤荣光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其实我和你们想象的一样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年轻的心在大海上翱翔。你干嘛让着他呀？我已经尽力了。可身上这东西实在游不起来。小子，别拿土地爷不当神仙，不是在哪儿你都是冠军。哎呀，山呐，这不服老不行啊！游这么两步就开始喘了啊！想当年参加国际侦察兵大赛的时候，就这个距离游上3个来回，那就跟逛大街似的。是吧？国际侦察兵大赛，哎，那个奖杯是真的呀？谁告诉你是假的？那我就不明白了。你这么光荣的事儿，你们怎么把奖杯藏在抽屉里啊？我藏抽屉里都能被你给偷了，你这要摆明面上，现在连奖杯尸体都见不着了吧？我想跟你们一起练。谁想跟我们练？咱们可事先说好了，我和山子都是练惯了的人，这一天不练呀，浑身就难受。你要是真想跟我们练，以后在这海训场可就没有逍遥的日子过了。只要你们肯带我练，怎么样都行。哎，鲁岩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累得吃不下了。哎呀，自从退下来到了海训场，这都多少年没带过兵了。我们俩呀，在这足足当了8年的光杆司令。新兵带就跟又回到大部队似的啊。鲁岩，明天开始你跟着我练，咱们从基础体能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儿。哎，去，练啥体能啊？直接上项目。鲁岩，别听他的啊，你要跟他练，你可就废了。
凭什么跟我练就废了？山子，你自己的本事是大，但这带出来的兵，我可不敢恭维。当初咱们老连长怎么说的来着？你刘小山带兵，那就好比是关公卖豆腐，人硬啊，货不硬。那怨我吗？我看看给我的都是什么样的货色。哎，要是把鲁岩给我，那我就是关公卖大刀，人硬货更硬。你甭管你怎么说，人家鲁岩呀是看了我的本事才决定练的，要带也应该由我来带。老邓，你刚才那是憋的，主动在那儿显摆。鲁岩，看过我游吗？没有吧？但你是搞游泳专业的，你应该知道啥叫流线型吧？跟我练没错。哎，鲁岩，自古以来，一个徒弟不能拜两扇门。你想好了，到底跟谁练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想好好的练。知道啥歌吧？我要飞得更高。对，你要飞得更高，游得更远，就要把眼光放得更高，放得更远。眼光不会比他差吧？那当然不会。当然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鲁岩，你可想好了，这拜师要是拜错了门，同仁堂药店，你都买不着后悔药。跟你说，我说二位，能不能让我说两句？闭嘴！就说一句，啊，一句。那个，我知道二位都是高手，其实很简单，你们俩比一场，看谁是高手中的高手。你们俩谁赢了，陆岩就跟谁练，咋样？就照他说的办。二位大侠，平手。比运营，比就比。谁先到的？好像是老邓先到的。我赢了。不可能。也有可能是您先到的。哎，到底谁先到的？我没看清楚，说实话。要不你们再跑一次得了。再换个项目，劈砖。就劈砖。预备，开始。又平了。那个两位大师，你们俩还想比点什么？开始。又平了，还比什么？随便。预备，开始。
哎呀，又是平手。那个，你们俩还想比啥？要不咱们先开饭得了。不分胜负，谁也不许吃饭。训练场，立正啊！都听我的啊！你们俩，谁先越过那个战术网，谁算赢。我在终点等你们，你们俩等我哨啊！哎，走。准备好了吗？听我的哨子啊！预备！胜负已定，准备开饭吧。搞什么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肯定是时间长了，绳子糟了。这是天意啊！老邓，这个比赛不公平。不公平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愿赌服输啊！鲁岩，明儿一早咱们就开练。是。山子，不好意思了，你还得继续当你的光杆司令。不过呢，你要想带兵过瘾呀，你身后还一个呢。你过来，走。你带徒弟，我也带徒弟，我带个孬兵也能赢你的鲁岩。哎，这里边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呢？你们不是争鲁岩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让你说话了吗？你不是管我叫师傅吗？我就成全你。从现在开始起，你就是我的兵。明天就开练。好，山子，咱们俩在这海训场较了这么多年的劲，这胜负啊一直不分个高下。这回咱们看看谁带出来的兵更牛。行，要比就好好比。你说吧，比什么？先分队。好，那我和鲁岩就用我当年在马尔斯的绰号“铁血队”，我们叫硬骨头队。我骨头不硬。你说什么？你瞪眼，我骨头也不硬。训练情况，你的。第一天，仰卧起坐600，俯卧撑600，引体向上600，40公里越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师傅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去个0我也做不了啊！嫌少啊？这还少？这只是地上训练项目，明天给你安排水下项目，跟射击训练。师傅啊，我比窦娥他老人家都冤。你说你们俩打赌，拿我撒什么气啊？你看看你的死样子，脸对得跟坨烂海带似的。从今天开始起，我就是你的队长，你就是我硬骨头队的班。知道我们为什么叫硬骨头队吗？肉都让人家吃了，剩下没人要的骨头都跑你这儿来了呗。你又知道了，给我站着！给我站着！因为我的队，
无论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身处任何环境，无论是打突围还是守阵地，都是对手啃不动的一块硬骨头。从今天开始起，你就要给我做那块硬骨头。师傅，您看我这一身骨头，哪块最硬，让他们啃。好，我就看看你身上206块骨头，哪块最硬。哎呀，师傅！杨爷，看！杨爷，搞什么？到位！能不能干？想不想干？会不会干？能不能干好？委员，早饭前先来个5公里越野跑，热热身。是。山子，那就麻烦你们把早饭做好了。做什么早饭？我们班忙着训练呢。小雨，到8公里。啊！委员，下蹲100个，比他多100。小雨。山子，何必呢？这铁棒能磨成绣花针，这木棒啊，磨到头它也就是根牙签儿。材料不同，你再努力它也没用。是磨出根牙签儿，我也给你扎出血。蒋小鱼，不管他做多少个，都比他多100。是。饭前不拉歌，吃饭吃不下。老道，好久没拉歌了，给我滚！饭前不好两嗓子，吃不好饭。没问题，奉陪到底。委员，军中之军，预备，唱。师傅，我跑调。唱。军中之军，军中之军，我们是祖国的热血儿，祖国的热血儿，见到把主枪，炮弹呀声的号角吹响，冲锋号角吹响。又狼狗，又饿得不行了。你再不吃饭，我这胆汁儿就吐出来了。我也没吃饭，不拉歌，别吃饭。背水攻坚势不可挡，海军陆战队的战旗没有向前方。爷，你一点都不跑调，我爱听。走，吃饭去。给我过来！什么时候唱出力度，什么时候给我吃饭。是。军中之军，战！军中之军，刚中之刚，我们是祖国的热血儿郎。见到把主枪，炮弹压上膛。大上！山子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打住吧。就蒋小鱼那细胳膊细腿的，让你这么练去，非得练出毛病不可。胳膊折了再接上，劈开了再缝上。你说你这是跟我较真儿呢，还是跟自己较真儿呢？啊，你又不是看不出来，蒋小鱼跟鲁岩不一样，他除了憋气时间长点，他连个普通的侦察兵水平都达不到。老道，把普通变成不普通，那是本事。老道，一会儿回去咱们开个小会，定一下流动红旗的评选方案，求证。就是咱们的奖励措施。行了，不用那么麻烦了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反正甭管怎么定，这旗子都得挂在我的床头上。得了，我先回去给墙上挑个钉子。委员，做100个俯卧撑，给我打靶去。是。91，师傅，我错了。怎么错了？你吞烂菜蛋！我偷奸耍滑了，我。还有呢？
我对不起人民，对不起党。师傅，你松开我们！师傅，看，是什么？这是流动红旗啊！我要它挂在我的床头。是。坐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累死我！张宇，你给我起来！3枪都打不中我10环，好意思睡觉吗？师傅，我实在是累得起不来了，要不你把我当靶子，给我一梭子，让我踏实的睡得了。行，你就是死，也得把红旗给我拿回来再死。你怎么就跟我死磕上了？我上辈子欠你的。你上辈子不欠我的，你这辈子欠我的。谁让你把我的奖杯打碎了？就这，就够你小子还一辈子的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这辈子我跟你死磕到底。嘿，不就是侦察兵大赛2等奖吗？有什么呀？回头我还你个1等奖的奖杯。什么？就你给我拿个国际大忽悠1等奖还差不多。今天不打及格，不准睡觉。要不明天你接着给我捡垃圾去。捡垃圾就捡垃圾。你这坨烂海带！跟刘小山的魔鬼训练比起来，我更喜欢捡垃圾。捡着捡着，我觉得自己就是这片沙滩上的垃圾。可问题是，谁会把我捡起来呢？鲁岩说我是破罐子破摔，我说破罐子真能破摔就好了，自尊心当真摔成8瓣，一片一片躺在地上，那才彻底踏实。老天爷呀，你咋天天让我捡垃圾呀？我不是那命，我这儿长着南斗6星呢。最近没变色儿，还得等待。想象的一样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年轻的心要在大海上翱翔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，啦啦啦啦啦，它能把我锻炼得无比坚强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江壮丽宽广。耸立的山峰，俯瞰着海面，像哨兵一样。海底战士红旗响当，严阵以待，紧握钢枪。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。上荣光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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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有丰富的宝藏，我爱晴朗辽阔的海空。英雄的战鹰在展翅飞翔，穿云雾跨海浪，海军战士斗志昂扬。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，不伤荣光。想象的一样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年轻的心要在大海上翱翔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爱大海的
你说什么？不练？我不练。啊，秃子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躲开！打倒我，你就可以走。啊